大家好，10月下旬呢，气温突然很有感的降下来哈，所以呢，如果您想种冬天的菜呢，尤其是十字花科的菜啊，若是还没有开始种呢，提醒你可以出手了哈。天气越冷呢，长越快啊，也越好吃哈。不过呢，如果不想用药呢，防虫网记得要搭。如果搭设的速度较慢呢，则可以先搭好哈，再进行种植啊。日后呢，可以省掉许多麻烦。10月13日哈，种下2周后呢，因为防虫网晚了5天才补搭设完成啊。现在呢，可以看到活生生的惨遭叶菜蛾荼毒的例子啊。所以呢，对于惯行农法呢，使用农药呢，这大家其实都有责任啊。毕竟呢，又要菜好看哈，又不能有虫，还要便宜，那就可以自己种看看哈。不然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菜洗干净吧。当然不是吃饱没事故意这样做哈，只是移植完呢，刚好遇到参访育苗场等杂事啊，差点就变成惨状的纪录片了。叶菜蛾呢，真的是很厉害哈，就算搭了网子呢，它会沿着网子一路找洞钻呢。毕竟呢，这是它们延续生命的一套方法哈。所以呢，就算搭好了防虫网呢，网子千万要盖紧啊，不然呢，让叶菜蛾飞进去后呢，就不是吃几片叶子而已啊，它会在内部呢逐颗都下卵哈，让其后代呢生存延续的机会会大一点啊。遇到这种情形呢，就只能连续抓个3到5天啊。很厉害的呢，它的幼虫还有保护色哈，所以菜的缺叶啊或虫粪呢，就是最好的提示啊。抓完之后呢，要把菜叶上的虫粪弄掉哈，这样当出现新的虫粪的时候呢，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哪里有虫了。抓完虫呢，盖上网之后呢，接着下来3天哈，记得要再查看一下是否有漏网之虫啊。顺利清除完叶菜蛾幼虫之后呢，正常是可以让它进入放养的阶段了哈。如果你的土壤肥力不足的话呢，也可以适时的添加肥分啊。但个人采用的是自然农法哈，让地底的蚯蚓自行去表现即可。而原本的呢大坪分隔线呢，明显已经干化了哈。现在先进行呢参访育苗场后的树扎实验，这算只是个先导拍摄实验了。具体的实验规划与数据呢，个人是建议找有公信力的大学或学术单位进行啊。因此在实验规划上呢，就采用间隔1棵铺设树扎作为随机化处理哈，而不再进行呢挑选植株大小分类呢进行覆盖。虽然个人觉得呢，这树扎应该有效果啦，毕竟这跟中药扎很像哈，只是效果呢是否可以达到显著差异呢，还有待观察。而树扎是否为直接影响因素呢，也都还有待商榷哈。毕竟呢，这土壤改善后呢，地底下已经有怎样一大堆蚯蚓了。试想一个问题啊，树扎覆盖的土壤表面呢，是否会加强蚯蚓活动啊，或躲藏的意图？因此呢，实验结果只会是结果论啊。关于真正的影响原因呢，再议好了。毕竟呢，这是统计学上的一个常见而且被误用的问题啊。有相关并不表示有因果关系。很多时候呢，当2个因素呢呈现曲线相关时呢，一般常说的相关呢，却会是0啊。这是因为呢，相关系数只是用来评断2个变数之间呢是否为直线性关系啊。当然，不懂什么是统计上的相关就算了，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呢，懂的人呢
却非常喜欢用无关来误导两者之间的关系甚至故意用相关来解释呢因果关系举个例子说明好了。天气热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喜欢喝饮料或冰品嘛。但天气热的时候呢，也是一些疾病容易出现的时候比如说登革热。但天气冷了呢，两者就会同时下降了，这样呢，两者的相关性就非常强。而误用因果关系呢，就变成只要别喝饮料登革热就会自动不见的谬论了。感觉有点扯远了，当作是顺便消化一下辛苦拍摄的画面不然光要说明这些画面内容实在非常有限。接下来的影片呢，其实是从大屏呢已经见到夸张而且意外的成效因为气温急降现在很适合种植十字花科了，所以呢就先继续把这高丽菜的进度影片呢赶一下顺道先曝光这条呢大屏分隔线下的湿度与引分期间呢用了慢烟走到约3公分的水深水就可以靠毛细现象呢自动吸附上去了。这样对于呢蚯蚓与微生物的影响呢也可以比较小了。至于大屏的具体成效呢，再另外利用多位置观察影片来佐证呢详细说明。至于如何量产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大屏呢，将大屏的间接打断很重要这样呢可以让它们形成新的独立个体好处呢是它们不会因为根系互相拉扯而集中在一区生长导致生长的空间较小呢，而影响到它的生长速度当然呢，如果种植时呢有在观察环境的变化大屏本来是集中在北面就是靠近院子那一面打断间接以后呢，因为已经开始吹起北风所以这时候呢，大屏就会往南边飘但若是想说它是到南方避冬也只能说太有想象力了。盖上网之后呢，又让它继续慢慢照自己的节奏生长就好靠近水池旁的这条凹槽呢，本来是要拿来人工浇水的不过呢，天气转凉后呢，已经不用浇水，而变成引粪槽了。要使用自然农法呢，就别老是要让它加速生长了。正常的生长速度呢，吃起来的菜感觉真的差很多在农村也有用折中的方式呢，去买看似成年的鸡再自行喂养一阵子以后呢，才使用这自己去想问题所在好了不然感觉一直在揭露太多秘密了。而后面这让我有一种割地赔款的感觉好不容易养这么久的地呢，早先放一小块让人去种就又开始小量用药了。因为这比较早种但是叶片细嫩的差距呢，个人是觉得已经差很多了，但也只能把这些菜呢拿来当对照组了，不然还能怎么办？谢谢收看。